每一天你走进厕所，办完了大小事，顺手冲一冲马桶，就拍拍屁股走掉，感觉一切的消失都是很理所当然的事吧？包括你的还有那个卫生纸。No， 这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你以为你的马桶呢会自动消化你的还有滴数咩？不是全世界每一个地方的马桶都可以消化你的还有你的滴数的。有一些国家是不可以把滴数丢进马桶的，你知道吗？马桶可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如果你的没有处理好，你知不知道是会造成非常恐怖的传染病，还有水源污染的问题呢？因为根据数据啊，每个人平均一天会排出，真的要讲到这样详细咩？就每个人会排出130克的排泄物。我们马来西亚有3200万人口嘛，对不对？那就代表我们每一天呢就会排出400万公斤的粪便需要处理。那我们还来的呢，现在都已经连我们这个呢也要称重，跟你讲数据啊。你说这个市面上哪里还有一个知识型的 YouTuber 跟你讲这个大便啊，讲这个数据的，是不是很 special 嘞？快点 subscribe 支持我们。今天的 highlight 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的究竟跑到哪儿去了呢？马来西亚其实呢有超级成功的排污系统哦，那它的幕后英雄是谁呢？啊，为什么是英雄嘞？你是不是想问呢？因为每一个马桶都是英雄。只要一个按钮，它会冲去你所有烦忧。OK， 我们的撰稿人不小心透露出来自己的年龄了。我真心觉得Indawater 应该要赞助我们这一集哦。对，我们荧光笔这个频道呢，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自力更生、没有干爹的频道。欢迎所有potential 的干爹敲门哦。好了，现在我们要正式进入讲古嘅时间。其实呢，在马桶出现之前啊，古代人都是在户外 open air outdoor 办大事的，比如说是河边啦，或者是草地啦，上一上可能还会有凉风吹来说不定还可以这样子随便玩一下蝴蝶，这样子是非常 refreshing 的。至于室内上厕所的概念是在什么时候才开始的呢？是在5000年前才开始有的哦。后来呢，罗马还发展出了这样的一个公共厕所，大家呢就排排坐、排排上。因为以前的罗马人呢，把上厕所呢当做是一个社交的活动 ，social 这样子啦哈，所以他们呢会一边大一边跟朋友了就闲话家常，你老婆又生了啊，那个东西很好吃嘞，这样子哦。所以啊，他们有空没空啊就会互揪呢一起去上厕所的。果然是臭味相投的好朋友哦。时间就来到了1596年啊，英国终于发明了第一个冲水马桶，而且呢还是由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亲自去试用的。毕竟咱们的女王呢也是要上厕所的嘛 ，OK？ 那这么高科技、这么 high tech 的发明呢，当然要由尊贵的她来鉴定，看好不好用喽。虽然冲水马桶诞生了，可是呢这里却出现了一个很大的 bug。就是呢，伦敦有马桶 ，but 没有排污系统。那马桶冲到了这些黄金啊，就没有地方去了哦。那当时候啊，其实只有少数的有钱人呢，是可以在自己的家呢挖那个化粪池。那如果说是一般的平民老百姓怎么办呢？那他们就偷偷的倒进河里咯。比如说倒去哪里嘞？最有名的泰晤士河，最后呢，甚至还发展到因为这个污水实在是太多了，很多化粪池呢爆满，那政府呢就索性就开放这个河流给大家倒污水，随便你倒多少就倒多少，很大方的想倒就倒。结果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泰晤士河就变成了一个露天的超大型化粪池，不单止臭气熏天还爆发了霍乱。于是呢，英国就赶紧呢设计了一个连接冲水马桶的下水道系统。可是你以为这么顺利吗？这个时候呢，国会就说要建立这个系统非常的贵，想要否决掉这一个建议。不过后来还好，英国国会就刚刚好。在泰晤士河的旁边，就因为这条河呢实在是臭到打不打哈鸟，所以呢这个臭味呢是直接飘到了国会里面去那些议员不想要每天闻着那些屎尿味开会呢，才紧急通过下水道的建设，一劳永逸的解决了伦敦的排污问题。好，那我们现在已经理解了英国人的排污系统了嘛，那关我们什么事嘞？那我们是英国殖民过的马来西亚嘛，对不对？
那马来西亚呢，在脱离英殖民之后呢，其实在初期的时候啊，这个基础建设都不是很好哦，所以呢，就更不要说拥有什么排污系统了。毕竟呢，跟厕所相关的卫生设施呢，本来就很容易被大家所忽视的。在那个年代的城市居民啊，只能够靠人力的排污系统，也就是俗称的斗野巷。当年的厕所呢，没有现代马桶，就只有一个桶，没有错，就是一个真正的桶，就是你画面里面的那个桶。大家呢都会往桶里面呢去排泄。每一年清晨呢，就会有辛苦又伟大的夜乡工友呢，到住家去收集这一些桶，然后呢帮大家运去处理。当然啦，斗野巷呢不是免费的哦。据说呢，在槟城啊，这项服务当时的收费是每1个月1块钱，所以呢就被大家戏称为厕所税。福建话怎么讲呢？江满水啊。有没有老人家可以补充一下，是不是叫做江满水？这是我猜的，我猜的。好，那工友收集了这些野香了之后啊，要怎么去处理呢？19世纪以前呢，槟城啊，还有新加坡呢，都是会送去乡下去堆肥的，或者是直接倒入海里。啊，听起来呢跟英国没有什么差别啊。至于没有海的吉隆坡还有怡保呢，怎么办呢？他们就会用挖沟淹埋的方式来处理掉它。这个听起来就感觉好一点点。后来呢，基础设施稍微改善了，大家呢才开始呢去转用化粪池，放过那些海底生物一马，以防我们的海鲜呢是太有风味。其实呢，在现代化的排污系统建立起来以前呢，野巷工友呢是非常的伟大的，可是当时却被很多人歧视了。比如以前的长辈呢，就会罵小孩子啊，如果你冇讀書嘅話咧，大個咗就要去倒屎啊，就是类似这一种话啊。一直到爆发513种族冲突事件的时候，野巷工窑呢没有办法开工，大家这才意识到啊，原来厕所没有他们的帮忙呢，是会爆出来的。原来野巷工窑是这么的重要，而且呢，在宵禁期间啊，大家呢还看到他们在警察的保护之下冒险工作，社会当时才开始对他们改观。所以讲真的，这一切的方便呢，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好吗？那如果呢，你也对这一段斗野巷的历史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上网去搜寻去污槟城夜乡工友劳动记录。那这部纪录片的网站呢，有非常详细的资料，还有历史图片哦，欢迎大家去参考。从60年代到90年代期间呢，蓬勃发展的马来西亚就已经开始一步步的建立起现代化的排污系统了。我们开始有了排污的管线、处理污水的设施，所以呢，斗野巷也功成身退，慢慢的步入历史。不过呢，现代化归现代化，现实是呢，有很多地方的排污系统呢都是成本比较低的设施，比如说化粪池之类的。这些设备呢，只能够对污水进行一部分的处理而已。那政府有办法提升全国的排污设施吗？可以，但是非常的有难度。因为在当时啊，排污是属于地方政府的权责嘛，那大家都是各自为政的。比如说像是怡保呢，他们就有自己的一套咯，吉隆坡呢又有自己的一套咯，槟城又不很全哦，有自己的一套哦，搞到呢每个地方的排污素质呢都是参差不齐。而且啊，更有趣的是，有很多排污设施呢都是发展商个别盖的，所以呢，虽然这个设施是盖好了，可是呢，地方政府却没有相关的知识，还有技术人员，甚至还会面临财务的问题。结果呢，盖好的排污系统没有办法妥善的运作，还有维护，而有些地方呢还开始出现了污染的问题。于是呢，为了避免情况继续恶化下去，马来西亚联邦政府决定出手了。联邦通过1993年的污水服务法令，全面接管并全权负责全国的排污工作。虽然这个联邦接管地方的权利，今天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点集权的这个成分了哈。不过呢，这次的接管却带来不错的这个效果哦。虽然呢，中间还是有经历了一点点的波折啦。1994年，联邦接管排污的第一步就是私营化。其实呢，我们看图片就知道呢，里面有马哈迪耶，毕竟呢，他当年可是什么都很喜欢私营化的啦于是私营化的污水处理公司 Indah Water Consortium 呢就诞生了。英达利水 Indah Water 获得了特许权，负责计划、改进、运营和管理全国的这个污水设施，以确保国家的污水处理呢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不过最关键的是Indah Water 成功找来了经验丰富的外国合作伙伴，比如说英国的
的自来水和污水营运商 Northwest Water， 透过他们引进外国的专才，还有最好的技术，感觉一切听起来都非常顺了吧？不过呢，美好的故事还是要有一点点 dramatic， 还有一点点的 complex 了啦。Interwater 在接管了全国的污水处理设施之后呢，发现有很多都没有办法操作，导致呢经营成本大幅度的飙高。再加上呢，当时候的政府没有足够的宣导，所以有很多人呢都不愿意付这一个排污费。小时候呢，你是不是有听到一些大人经常讲说什么？哎呀，连大便都要给钱呢，这是什么鬼政府来的？这一种很情绪性的批评嘞。结果在营运成本变高，大家又不付费的这个双重的夹攻之下呢 ，Interwater 呢可是亏损连连的。在2000年的时候呢，政府不得不支付2亿令吉出手去挽救 Interwater， 并由财政部接手将它国有化。无论如何，如果我们撇开这一段波折不谈呢，毕竟呢，我们马来西亚呢实在是有太多类似这样子的 story 了的啦。那今天呢，我们其实马来西亚的排污系统呢算是成功的哦，甚至被学者视为东南亚的成功案例。从1993年到2023年，经过了30年的发展，今天 Interwater 需要管理和维护超过7000个公共污水处理厂，还有超过2万公里的这个污水管线，还要维护大约130万个化粪池，哇，这个数量真的很庞大。更重要的是呢 ，Interwater 成功培养出许多专家还有技术人员，建立了一套符合时代需求和环境局标准的排污系统。而且他们也没有墨守成规，他们还积极的朝向绿色科技发展，例如将污水处理厂的这个沼气转化为再生能源，将污泥变成建筑材料，将污水再循环变成再生水。这些呢都是当年各自为政的地方政府所难以实现的。最后，哈莱特要呼吁一下大家一定要付排污费哦，也不要再说出那种话，什么 shit also need to pay， 以前排污费都不用给钱的嘞，你们做了什么？好像什么都没有做，又要我们给钱，什么都没做。Hello， 你每天洗手、洗碗、洗澡、冲马桶，都是靠你看不到的排污系统在撑着的。而且你知道吗？我们每个月付的排污费呢，是区区的2令吉到10令吉之间。但是呢，排污的成本却要17令吉。其实Interwater的收入呢是没有办法 cover 成本的。如果呢我们想要我们的排污系统可以永续的维护和发展下去，那我们就要建立使用者付费的观念。还记得我们之前有谈过的治水课题吗？还没有看的朋友去点来看一下啊。我们的水工设施呢需要很多的资金去提升的，政府呢还在完情当中所以请不要让我们的排污系统垮掉。除非你想要抖野上的服务重新回来啦下一次上厕所的时候，请想一想这一切真的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好，最后澄清，我们真的没有收Interwater的钱哦。我们只是希望呢，能够帮助大家呢弄清楚这个国家我们看不到的一些民生问题方面的管理制度，还有责任归属。那么以后有什么问题我们要讨论的时候，或者是要建议，或者是要批评的时候，都可以比较言之有物嘛，对不对？我们不要做那种头脑空空只会喷口水的这种酸民 ，OK？话说回来我真的觉得我们频道的观众呢都很高素质哦，经常都在留言区呢可以看到大家非常有建设性和有料的一些发言，真的很开心，也非常的珍惜。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踊跃参与讨论、交流，还有建议，把人民的力量还有智慧呢给聚集起来，一起想办法把马来西亚变得更好。我们荧光笔这边呢已经开了头，创造了一个这样的空间，接下来就要靠你们喽。好啦，对于本期这么冷门的一个选题，你们有什么样子的想法，想要分享、补充或对我们说的话吗？留言区留言让我知道。我是莹莹，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哦，不漏这些。